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呢继续共同来学习围棋入门的内容啊。今天呢，咱们是已经这个下册啊学了一多半了啊。如果能够一直咱们坚持学下去的，是吧？一定会有所收获。那么在没开始节目之前呢，咱们按照惯例啊，还是这个先来看一看给咱们频道点赞的朋友都有哪些。首先呢，有新朋友太阳远吗？方毅大哥、陈秋明英、品味经典88啊，这也是一位老朋友了。肖大侠在新疆，这是咱们的铁粉。阳气成功，还有这个星铁元神、带干小可丽、紫神光路，这都是咱们的老粉丝。诺瓦0103、战雷帝国仲裁，还有这个11次元 ing 奇道雅士等等啊，感谢以上朋友们的点赞。好，咱们现在就进入到今天的学习内容。今天呢，主要是做活啊，看看黑棋如何做活。首先我们来看左上角，黑棋呢双一个就确保了2个眼，那这里面要小心的是别走这个，你走这个的话呢，这个是个假眼，所以这个还没活。我们再看右上角，黑棋呀，走在这里呢，同时做俩眼活了。如果这个棋呢是提子好不好呢？选择提子，那这提着没有意义，这是个假眼，对方一点还是死棋。我们再来看这个黑棋呀，首先确认一下这里这个眼是一个标准的真眼，也就是说你白棋挤过来的时候，我走这个还是一个眼，所以这里不用担心，关键是这边。那这边如果白棋扑在这里呢，那这就不是真眼，所以这个棋把这个补掉，这样呢就活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，确认一下这个眼是一个真眼，因为你白棋这一点呢，也就是说 A、B 的2点是个键合点，也就是说白棋走 A， 黑棋走 B， 白棋走 B 呢，黑棋走 A， 所以这样呢，这里就是这是一个标准真眼。问题是要做出第2个眼，那就是这个，这里如果让白棋扑在这里了，那这就变成假眼了，所以这个棋呢，黑棋应该把这个眼做出来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组题，首先先从左上角开始啊。这道题呢，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就是走这个，这样有一个眼吃一个子活了。右上角呢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带着眼吃着子，对方打吃的时候啊，想着提子啊，别不提，不提的话他反提了。那么这个呢，现在已经确保了一个真眼，下一个眼在哪里？这个也是很明显，是吧？一手棋就可以了。再看这个，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又要做眼又要吃子啊，所以这个棋呢也是黑棋下在这里，吃掉一个子，做出一个眼。我们首先还是先从左上角开始啊。黑棋呢，很明显这里漏着风，所以这个呢挡住啊，把自己的这个城堡啊护持住，这样呢里面已经活了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取4。同理，这个呢也是一样，黑棋呢不能露着口子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挡住，这就已经活了。那么这道题，如果黑棋不下，白棋走在这里啊，一长，这里面就只有一个眼，所以呢，黑棋这个时候挡住是必然的啊，它即使下这个提子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呢，黑棋同样的啊，也是挡住就活了。这个棋不能提，如果你提的是个假眼啊，所以这个棋啊，应该选择挡住。挡是吧？这样呢，一个真眼吃一个子，活透了。
首先我们还是从左上角开始。那么黑棋啊，如何吃这2颗子啊？一定是带着眼去吃啊，走到这里，走这里，这样的话呢，确保有眼位，还吃俩子。这个你要是走到里面吃就不对了，你走里面吃，它这一提啊，它不用再下了，你就算能把它提了，你也是个取3，还是死棋。况且这里是眼杀，是吧？这就不对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，这个呢，现在首先呢，这个子含在嘴里，但这个子呢，还是没有这个被吃到，所以这个时候黑棋应该选择提这个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同样的方法也是要吃子同时还要做眼啊，走在这里，这样有一个眼还吃到一个子。假如这个棋呢是反向的，那这个就不对了，它一长你会发现呢，你吃俩子还是不活，因为只有一个眼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那么首先这个子呢是死的，但是呢，那这边还需要再做一个眼，所以黑棋走这个，这样有一个眼还吃一个子才能算活棋。其实呢，说到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入门教程啊，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也在看咱们这个节目，那可能就有人会问了，说大叔，你这个讲的这课程这么长啊，是吧？都讲了，这都快奔到20集去了，是吧？这也没讲完，一直还说20集，马上就讲完了，快到头了，怎么这么长时间？你看人家有的那个短期培训，1周的时间我全讲完了，用不了半个月，我们都到一段了。那个不要相信他啊，因为那个很多呀，所谓速成那都是假的，因为其实围棋哪有什么速成啊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咱们平常做这些练习题，这量有多大，是不是？这哪是说一个礼拜能讲完的呀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就是他糊弄人，一方面呢，他时间快啊，然后呢，你那个交的学费也少啊，这样他不就以这个来吸引眼球嘛？很多家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受骗的，是吧？所以其实以前还有就是网上还有一个挺有名的培训机构啊，就是说有他所谓的方法，那都骗人的，都不可能的。这个东西围棋是没法去那个说走捷径的，一定是扎扎实实一步步走过来的。所以咱们这些题目你会看到啊，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是投机取巧，只有说一步步好好学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就先看黑先上面这道题，黑棋呢连做眼再吃子，连做眼再吃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右上角这道题，那么方法一样，也是连吃子再做眼，一手棋必须得走出2个的作用才好使。如果你这个棋单纯的就是说这个，那它一长，这不是活棋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黑棋正确下法是走这个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子被吃掉了，同时这个子也跑不掉，这就成功了。我们再看看这个，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真眼，白棋就算扑提了，这里面依然还有一个眼，所以这里面不用担心，关键你需要做出第2个眼，那黑棋就可以选择走这个，这样就活了。下面呢是我们进入到吃棋的内容。吃棋啊，首先呢要确定，就是说对方已经外侧呀是不可能再跑了，那他呢还没有做出完整的眼位，所谓的完整眼位就是2只眼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杀棋了。黑棋面对这种局面下如果白棋不走，黑棋来下，挤在这里，这里只有一个假眼，一个真眼，死棋。那白棋呢，实际上这个地方是需要补一手，是吧？首先我们先看2道题，先看看这道题先看看这道题。现在首先呢，这里是一个真眼了那么这个眼呢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真眼，当黑棋挤到这儿的时候呢，这个白棋就死了，那这是一个假眼。同样的，这道题也是，
黑棋首先要发现对方哪里的眼还没有做完整，就是这里啊，把这里挤掉，这里是个假眼，它只有一个真眼，所以这已经成死棋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组题。首先左上角，黑棋啊，先发现对方的这里掐住它，这里是一个假眼，一个真眼，死棋。那么这个呢，掐在这里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假眼了，这还是半只眼，是吧？这道题一样的，掐在这里，这里就变成了假眼。这个呢，黑棋掐到这里，这是个假眼。首先我们还是从左上角开始，看看这个黑棋该如何破眼。黑棋挤这个，这样呢就是一个假眼。那么再看这个，这里是真眼了，这个是假眼啊。这个呢，这是一个铁眼，那么关键是要破掉这面的眼，所以铺一个送给对方吃。就算对方提了，你会发现这里还是个假眼。这个也是一样的方法。那么黑棋啊，往里送，就是所谓的术语叫做铺。那对方就得提，好了，你会发现这里是假眼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组。首先看左上角，这里不要寻思了，关键是这里，所以还是用铺的手法。提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这里还是一个假眼，那么这个呢，这是一个铁眼，关键是这里，那走到这儿以后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假眼，因为你接不住，你接了黑棋可以提，那你不接以后，黑棋提到这儿，你这俩子还是要会被提掉的。再看上面这个，首先这个呢是假眼，大家这不用寻思它，关键这里需要破掉它，所以黑棋依然用铺的手法。当他提了以后，你发现这里是还是一个恰眼，这道题这里是铁眼了啊，那这里呢，铺一个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有人可能说，那我不提，我不提我放着不行吗？你放着放它也是假眼，那以后黑棋走，那我这个再来打吃你，你提还是不提呢？对不对？这就证明它还是个假眼。首先呢，还是从左上角开始啊，左上角这个，首先判断一下它的真眼在哪儿啊，它哪个眼还没有完全做出来？有人会说这个棋我黑棋走这个行不行？其实你走这个，人家白棋就乐了，人家白棋这边不应你，他走这个，你提了呢，他反提啊，这样的话，人家这边已经搭出一个眼，这边又一个眼，所以这就活了。那这个棋啊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这里面白棋是一个铁眼，不要去寻思，关键是这边，所以黑棋应该铺这个，这样呢，他提了也是个假眼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，首先去判断一下眼的真假情况是吧？那么这里确定无疑是一个真眼，这个呢是个假眼，但是这无所谓了啊，它本身跟这个它这个死活已经关系不大，关键是这有一个真眼了，那现在需要你做的是破掉它另外一个眼，也就是这里，怎么破是吧？还是之前的方法铺啊，他提了也是一个假眼，他不提放着他也是个假眼，所以就不用管了，一铺他就死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，那么这道题啊，实际上呢是黑棋啊，稍微复杂一点。这道题得需要运用一个所谓的打劫啊，打劫杀，这不是净杀啊。首先我们先判断一下，这里呢这个是真眼，因为你要想破这个眼，你首先得先挤，黑棋先挤到这里，但是当你挤这时候，人家就做活了啊，这里已经有一个真眼了啊，所以这里不要寻思，它肯定是一个真眼。那关键是这边。黑棋需要怎么办？黑棋唯一的办法就走这个破掉它这个眼，那白棋呢选择提劫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打劫，所以这个棋呢白棋是个劫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白棋啊这里面呢
是一个真眼了。那这个是不是真眼？显然不是。如果黑棋走这个呢，哎，正好呢这个眼就被破掉了。好，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，咱们只能先学习到这里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。